天空里真的同时挂着4轮明月吗？就在不久前，俄罗斯部分地区的夜空中，人们在地平线附近目睹了一种极为罕见、让人一眼看懵的4轮明月奇观。时间回到2026年2月初，在一个寒意尚未褪去的夜晚，圣路易斯市的居民正像往常一样抬头看天，却意外撞见了不同寻常的一幕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圣彼得堡的居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夜空照片，画面中不只是一个月亮，而是仿佛多出了几颗明亮的伴星，围绕在月亮附近。这张照片和相关视频很快在网络上炸开了锅，不少网友直呼不可思议，形容自己仿佛在同一片天空里看见了4个月亮同时出现。尽管画面看上去异常震撼，但科学家很快指出，这并不是月球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也不是新的天文奇观。事实上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相当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，学名叫近月星，更通俗的说法则是假月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会一步步拆解人们当晚究竟看见了什么，这种视觉效果是怎样形成的，以及为什么它偏偏在俄罗斯的夜空中表现得如此清晰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从那个寒冷的夜晚说起。这一切发生在圣路易斯一个典型的冬夜，气温低，空气干冷，城市被夜色和寒意包裹着。在圣彼得堡，最早发现异常的人注意到，月亮的左右两侧竟然各自多出了明亮的光点。天空里不再只是那枚熟悉的月盘，而是在与月亮几乎同一高度的位置，多出了几块横向排列的发光斑点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有些时候这些光斑还会被拉成竖直的形状，看上去仿佛月亮附近真的多出了好几个发光天体。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，都呈现出相同的结构，真正的月亮稳稳地在中间，而左右两侧则对称地分布着明亮的光点。这种清晰度极高、几乎完美对称的画面，让人很难一笑置之，也让不少观众开始怀疑，这真的还能用常规方式解释吗？公众的反应正好反映了这种集体的不确定感。一部分人认为，这可能只是相机产生的微影、镜头反射，或者后期数码处理带来的假象。也有人大胆猜测，这是不是卫星经过，或者罕见的天体排列，恰好被镜头捕捉到了。而让争论进一步升温的是，不少目击者强调，这种景象并不是只存在于屏幕里，他们用肉眼就能清楚看到。短短几个小时内，天文学家和大气科学家便站出来澄清，月亮本身一切正常，地球依旧只有一颗天然卫星，而且当晚月亮的位置、亮度和轨道没有任何异常记录。真正的答案不在太空深处，而是在我们头顶的大气层里。最终，这一事件被正式认定为一种叫做月牙形假月的现象，也常被称为假月，或者更形象的名字——月狗。其实，类似的复月现象过去也曾被记录过，但大多数时候亮度很低，若不仔细观察，几乎不会引起注意。而这次圣彼得堡的情况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是因为它不仅亮度惊人，而且结构清晰，即便在灯光复杂的大城市中，也依然清楚可见。科学家指出，当地当晚的天气条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寒冷的空气与高空云层相互叠加，正好为大量冰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，而且这些冰晶还能以相对稳定的方向悬浮在空中。再加上当晚月光本身就足够明亮，多种条件叠加在一起，
才让这一现象显得格外醒目。从分类上看，傅月属于大气光学效应中的一种，专业上将这类现象统称为晕状现象。当太阳光或者像这次一样的月光穿过高空云层，与其中的冰晶发生作用时，就可能出现这种奇特的视觉效果。这些冰晶通常存在于地表上方数公里的高空，多半藏身在卷云或卷层云之中。在当晚的条件下，月光穿过了无数细小的冰晶，这些冰晶形状非常特殊，又薄又扁，大多呈规则的六边形。当这些冰晶在高空缓慢下落时，空气阻力会让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地保持水平排列。正是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排列方式，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让冰晶像一个个天然的小棱镜一样开始工作。当月光从六边形冰晶的一个面进入，再从另一个面射出时，光线会发生折射，并按照晶体的几何形状，以固定角度发生弯曲。这个折射角度大约是22度，所以甲月通常会出现在月亮左右两侧约22度的位置，而且高度几乎与月亮保持一致。与白天围绕太阳出现的光晕相比，月亮产生的光晕效应通常要微弱得多。这是因为月光本身就比阳光弱得多。这也意味着，除非各种条件几乎完美，人们往往根本察觉不到这种现象。月亮需要足够明亮，通常接近满月，同时高空中还要存在大量排列整齐的冰晶，缺一不可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圣彼得堡这次的显示如此与众不同呢？答案在于，这次圣彼得堡出现的甲月不仅亮度异常高，而且在垂直方向上的延展范围也远超常见情况。研究人员推测，当晚参与折射的冰晶尺寸可能比平时更大，而且它们的朝向并非完全固定。这些冰晶哪怕只有轻微的摆动或角度变化，都会让折射出来的光在垂直方向被拉伸，形成细长分层的光带，而不只是一个小光点。而当月亮左右两侧同时出现这种拉伸效应时，整体的视觉冲击力自然就被成倍放大了。在人眼的感受中，尤其是在冬夜漆黑、缺乏参照物的天空里，这些层层叠叠的光斑更容易被误认为是多个月亮，而不是光的反射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甲月这一现象完全发生在地球的大气层之中，它与月球表面运行轨道，甚至月亮本身的亮度都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视觉错觉，源头只有一个：月光在高空与冰晶发生了相互作用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类现象其实就像一扇窗口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平时在夜间很难直接观测到的大气状况。甲月的亮度、形态以及它们出现的位置，都会为科学家提供线索，帮助判断高层大气中冰晶的大小、排列方向以及云层结构。虽然在圣路易斯上空也曾观测到类似的甲月现象，但圣彼得堡这次事件并不意味着新的科学发现，它更多是在提醒我们，地球大气层本身就充满了不断变化的视觉奇观。在某些特殊的大气条件下，即便是我们熟悉的天体，也可能呈现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样子。正因如此，这类现象往往位于天文学与气象学的交汇地带。虽然我们的目光都被月亮吸引，但真正导演这场表演的其实是地球自身的大气层。当这种罕见景象在网络上迅速传播，引发各种猜测时，分清发生在太空还是发生在大气中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，这类迅速走红的事件，也再次说明，
光学现象是多么容易被误解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们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，让更多人了解折射、晶体结构以及光是如何在自然界中传播的。对于天文爱好者而言，甲月虽然罕见，却并不是毫无规律的随机出现。它们更容易出现在寒冷的天气里，当高空有冰云形成，同时月光又足够明亮时，出现概率会明显增加。地面天气同样关键，如果低空云层过厚，就会直接遮挡视线，让这种现象完全消失。不少业余天文学家和摄影师都会特别关注天气预报中是否出现卷云，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晕状现象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。虽然甲月无法被精确预测，但一旦熟悉这些规律，就能大大提高亲眼见到它的机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样的现象还会再次出现，不只是在俄罗斯，只要条件合适，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看到。由于冰晶大小、云层厚度和稳定性各不相同，每一次甲月的形态都会略有差别，因此每一次看到的画面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真正持续变化的，其实是我们记录和分享这些现象的方式。如今，高质量的智能手机摄像头，加上及时的全球通信，让这些曾经稍纵即逝的光学现象更容易被记录下来，也更容易被研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一些过去可能被忽略的自然现象，如今正在激发公众对大气科学和观测天文学的浓厚兴趣。最终我们可以确定，圣彼得堡上空出现的4个月亮是一种罕见而迷人的大气错觉，并不是月亮发生了变化，而是高空冰晶把月光弯曲，塑造出这场视觉奇观。它提醒我们，夜空中最震撼的景象有时并不发生在遥远的宇宙深处，而就在我们头顶的大气层中，而这也正是我们想和你一起看懂的地方。